大家看，這是我爸爸盆栽的藍莓，長得比人高一顆，10幾斤，根本吃不完。小苗的種植方法来了，来带着大家把这樣的蓝莓小苗種好，要不了多久都可以跟我的这些盆栽蓝莓一樣，長得這麼大，然後有很多的結果汁，一顆就可以結10幾斤哦。這棵是去年種植的苔蘚苗，你看已經這麼大了，明年結好幾斤果子是沒有問題的。那這樣的小苗應該怎麼去種植呢？在種植之前，我們先要了解一些關於藍莓的基礎知識。藍莓是屬於什麼植物？一般用什麼土來種植呢？藍莓屬於杜鵑花科越菊屬的植物。這樣的植物的特點呢，它的根系是毛根，都是像這樣的很細的根。這樣的植物呢，對土壤和肥料的要求都比較高。配土呢，我們要做到疏松、透氣、多腐殖质。酸度盡量做到 4.0 到 5.5 左右，所以在配土的時候，我們要去动一定的心思。那土應該怎麼去配呢？針對這樣的稍微大一點的苗，我一般會用2種方法來配置。第一種方法是最經濟的，大家可以用一些木屑，也就是锯末，加上5成左右的顆粒，每升土裡再加上3到4克的硫磺粉，給它提前堆積個2、3個月，等到要種植的時候再去給它種植。大概2到3個月左右，硫磺粉就會在硫磺桿菌的作用下，讓土壤持續的變成偏酸性，可以維持2到3年，完全可以支撐到我們下次換土，再加一些松樹皮或者花生殼之類的顆粒，給它均勻的混合一下，堆積1到2個月以後，等到它完全腐熟發酵了再去種植比較好。當然呢，也有最省心的配土方法。最省心的配土方法是什麼呢？就是用进口的泥炭土加上一些松树皮，松树皮在後期腐爛的過程中還會釋放出很多腐殖酸，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調酸的作用。泥炭土呢，根據它的顆粒的大小分為0-10、5-25、10-30 釐左右。像種植這樣的小苗，我一般建議大家去用5-25左右粗細的泥炭土。泥炭土呢，一般也都是調酸的，後期酸度慢慢的會下降。所以也是需要在裡面加入些硫磺粉的，但是泥炭土裡面加的硫磺粉不需要像剛才的锯末裡面那麼多，我們每升土裡面只要加入1到2克左右就行了，一樣的可以長期的讓這些土壤呈現偏酸性。有的人會喜歡去用933之類的很細的泥炭土來種植，這樣的土呢，後期會特別的保水，如果你沒有配置好，經常會出現悶根的情況。接下來呢，我就手把手的教大家來定植。那應該怎麼去定植呢？我們首先盆裡面裝一些土。現在的配土呢，我不建議大家去加入很多的底肥，如果底肥加的過多，反而根系容易出問題。就這樣速土就行了。根系先簡單的給它打散一下，這樣呢，有利於它更好的去適應新的土壤。後期不容易出現盤根的情況，然後挖個坑種下去，再埋一點土，壓緊就行了。就這樣種好了，然後給它遮陽1周左右。如果你的泥炭土是沒有提前堆積的，澆水呢盡量多澆幾次，一定要把它澆透。想讓它多結果，當然離不開合理的水肥還有枝條的管理。那水肥應該怎麼去給？像這樣的小苗，我建議大家定植20-30天以後再去追肥。小苗的追肥很簡單，我一般每隔1個月左右會去給一些17-17-17的硫酸鉀複合肥，兑水1/1000左右給它澆灌一下，一直給到秋季。到了秋季，我會在裡面埋上一些完全腐熟發酵的羊糞，再淺的撒幾粒硫酸鉀複合肥，這樣這些營養會以有機質的形式保存在桿子還有根系裡面。第2年開春的時候，有了足夠多的營養，它就會出很多強的側枝還有筍出來，然後保留4到5根側枝，重點的去培養，給它做多次打底，後面就會出很多的這樣的側枝出來。出的側枝夠多，等秋季的時候保證磷肥的供給，它的花芽就会分化的好，後期呢果子自然会結得多。說到枝條的管理，很多人疑惑的是，像這樣的小苗，枝條要不要給它剪掉，要不要給它做短節？我一般不會對它進行短節和管理。我的想法呢是這樣的，
這樣的小苗上的這些枝条還有杆子，我們後面還是會給它做更迭的。我们還不如保留這些枝條還有葉子，讓它進行光合作用，有更多的有機質營養進行回流，促進它的根系生長。所以我一般不會在小苗的時候給它做過多的管理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次再見。